偷高达、偷战舰、偷人才。腹黑女王的诞生与终端机，拉克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克莱因派，相信大多数看过 Seed 的朋友啊还是比较了解的。可是谈到终端机，别说了解了，有的人可能连这个名词啊都没注意过，毕竟他在剧中被提及的次数实在是太少了。但实际上啊，真正支持拉克斯与吉拉他们解决战争的，正是终端机这个组织。作为一个靠偷而闻名遐迩的组织，也是造就了拉克斯绝大多数黑料的存在。那么今天啊，就让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个神奇的组织吧。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终端机与可莱因派之间的关系。可莱因派本身啊，其实并不是什么组织，而是对支持拉克斯父亲西格尔·克莱因的人们的统称。甚至可以说啊，这是在阿斯兰父亲萨拉议长的打击下，被迫紧密联合起来的派系。而当拉克斯把自由高达交给吉拉以后呢，可莱因派基本上啊，就算是走上不归路了。但这里啊，大家有一个误解，很多人都以为啊，拉克斯的行为故意害死了他的父亲。实际上啊，拉克斯他爹西格尔在死之前就已经打算把可莱因派的大旗交到拉克斯手里了。由于战争的升温，支持萨勒派的激进人士啊越来越多，而西格尔面对这一局面呢，几乎是毫无办法，对吧？你看人家萨勒派手握兵权，满嘴民粹，无时无刻的不再突出调整者至上主义。可莱因派这边又能怎样呢？非暴力不合作吗？可当西格尔把目光放在自己的女儿身上时啊，他却惊奇地发现，拉克斯以他甜美的歌声以及呼吁和平的政治主张，拉拢了数量相当庞大的支持者。随着拉克斯说出靠武力来维持信念的主张以后呢，西格尔啊就已经完全认可了自己女儿的实力，并潜移默化的开始将派系中的资源倾斜给拉克斯。也就是说啊，就算没有偷自由的事件，可莱因派的武装斗争路线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只不过呢，拉克斯送高达只为知己一笑的举动，确实啊给计划猛踩了一脚油门，甚至是自己都没控制住的那种，也导致了父亲葬送了生命。而随着一战的结束，手握大量战争武器的可莱因派并没有解除自己的武装，反而是在暗中收集各国的情报，梳理真正的战争支援。毕竟蓝宇宙啊，终究只是一个靠信仰支撑的组织，背后支撑他的那些幕后黑手还没有在一战中被根除。而在调查过程中呢，终端机这个情报组织啊，也就逐渐的形成了。不过与大家想象中可能不太一样的是，终端机虽然是由克莱因派成立的组织，但在收集情报的过程中呢，吸纳了大量包括联合军以及奥布等中立国的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呢，终端机发展到最后啊，是一个国际性的情报组织。虽然克莱因派在其中是占主导地位的，但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私人军队的感觉。用咱们熟悉的叫法来说呢，它就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所组成的一个联合阵线。在其中呢，还包括了衍生出来的军工厂组织啊，就叫工厂啊。终端机偷出来的强袭自由、大魔骑兵啥的，就是在工厂这里研发完成的。说到强袭自由啊，那就不得不提一嘴终端机最有争议的地方了，那就是从一些人眼中看来啊，它是既当又立的。大家都知道啊，在一战结束以后呢，普兰特这边上任了临时议长，大笔一挥，没有计较克莱因派在战争期间所做的叛国行为，毕竟呢，他们也是为了和平嘛，这个呀也还算能理解。不过呢，这其实也为后面终端机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而联合与扎夫特签订了停战条约，其中就包括了禁止使用反中子干扰器的条目。也就是说啊，像自由、强袭自由这样的核能机，在纸面上呢是已经是禁止研究了。而当时扎夫特的强袭自由啊，其实已经在研发了。扎夫特呢也算是守规矩，直接终止了强袭自由的研发，并按照条约规定的执行裁军、减排等一系列条款。这也是为啥第二季中扎夫特更注重电池机的战场续航问题。可是呢，研究中的强袭自由却被终端机悄摸摸的拉工厂去了，并在二战战火不断升级的时候完成了强袭自由的开发，让这台搭载了反中子干扰器的纯种核能机重现战场。在之前讲解高达编号的视频中呢，我们说过，扎夫特为了避嫌，给命运这样的以核能为主、电能为辅的机体标以 ZGMF X42S 这样的编号，最末端的 S 代表第二世代，而不是 A， 也就是核能机。而可莱因派工厂这边开发的强袭自由编号却是 ZGMF X20A， 末端的 A 啊，就是大摇大摆的说了，我这个就是核能机，对外呢还要美其名曰这是延续了扎夫特的开发编号。这之间啊，就有一种蹩脚的感觉，一面是宣扬和平，一面是堂而皇之的违反条约，开发核能机连藏都不藏。而这些行为呢，在剧中呢也会全部归咎于拉克斯身上。当然也没错啊，毕竟拉克斯是克莱因派的领袖，也是终端机的代表人物。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说的，终端机发展到后来啊，是一种同志之间的联合战线的感觉。它的运营逻辑啊，更多的是统合多方意见，以世界和平为目的来工作的。也就是说呢，他们是克莱因派思想的实践者，从一战到二战期间不断强化武力，在控制使用武力的前提下，
想办法慢慢铲除 Logos 这样的幕后黑手的。而迪兰达尔的铲除手段呢更为激进，命运计划呢也更为极端。所以有些观众常说啊，迪兰达尔至少是提出了改革方案，有计划总比没有强吧。但实际上啊，虽然拉克斯是归隐田园了，但克莱因派可是一直以相对保守的方式在铲除这些幕后黑手的。只不过呢，这些大多只存在于设定之上，剧中很少有体现。这也是 C 的这部剧的弊病，很多该有的内容啊没有拍进去，导致观众对角色的行动有疑惑，甚至是认知偏差。福田这口锅啊，你还是背好了吧啊。那么以此倒推啊，我们就可以得知，偷强袭自由高达，暗中完成开发，并在2战中大显神威，其实呢就是克莱因派与终端机的底牌。之所以偷强袭自由，是因为他们知道 Logos 这个组织的存在；之所以完成强袭自由开发，是因为看到了2战战争规模在不断扩大；之所以决定使用强袭自由，是因为发现了议长的命运计划。确实他不合条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终端机的这一作为也确实是正确的。当然了，违反条约这件事啊，确实是终端机乃至于是拉克斯的黑点。但要知道啊，终端机可是情报机构啊，他发现联合依然在造核弹，打算报复扎夫特，而扎夫特呢也继续着各种反中子干扰器相关的技术研究。在明知所有人都在暗地里违反条约，做战争筹备的情况下，你还傻乎乎的跟着条约走，那不是等着幸福找上门的吗？所以说啊，结论就是终端机确实黑，但至少愿景是好的。而联合和扎夫特呢更是不干净。在这种局势下啊，能让世界继续和平，也确实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了。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多多的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阿姆罗厉害还是吉拉厉害？这个算得上是日经问题了。我几乎每天晚上直播时啊，都会有人问这个问题。其实一般情况下，我真的不是特别喜欢讲关公战秦琼的事儿，除非啊我要水视频。但吉拉和阿姆罗的强度问题啊，还真是有点说头。今天就让我们稍微聊聊这个话题吧。首先呢，这2个角色就非常有代表性。阿姆罗是 UC 系的核心人物，论在剧中对联邦的影响力，估计啊只有林有德能压他一头了。论剧外对观众的影响力，那也只有老对手夏亚能跟他掰掰手腕。话说回来啊，光是林有德、阿姆罗和夏亚3个人就贡献了 UC 宇宙几乎60%以上的知名梗吧。再加上前一阵呢，阿姆罗的声优鼓舞彻又整了一个大活，在柯南圈那边啊可以说是差评如潮，在高达圈这边呢却是符合人设，大家纷纷成为乐子人。呼吁新人声优苍月生重出江湖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李疯子恐成最大赢家。而另一边的吉拉呢，则是新一代高达粉丝代言人，高达 C 的扩圈带来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新高达粉，而这部分粉丝与老 UC 粉还有一定的冲突。至于这其中的原因嘛，大家懂的都懂啊，我这里就不赘述了。UP 身为看平成3部曲入坑的人表示，炒得真精彩，爱看，简直是勃勃生机万物警发的境界啊！作为由0079绘图转生而来的高达 C 的，在效仿了一定 UC 的设定同时呢，加入了不少偶像剧的成分，而男主吉拉也是延续了一定阿姆罗的设定，同时呢加大了其对感情线的描写。阿姆罗在中国一般被亲切的称为骡子，而吉拉呢则一般亲切的被称为鸡。你看看这俩人啊，首先都是家亲家处。阿姆罗他爸是研究机器人的博士，甚至是走火入魔那种，而吉拉的父亲呢则是研究基因学的博士，也是走火入魔的那种。阿姆罗和吉拉俩人呢一开始都是理工科学生，在一场意外中捡到了一台机器人，并根据其操作系统将其命名为高达。也就是说啊，2个宇宙中高达名字的由来都是由2个学生驾驶员定义的。而感情戏方面，俩人则是走向了2个方向。吉拉的感情戏啊，大多数都涉及三角恋，比如说跟发小的未婚妻啊，比如说跟好友的未婚妻啊，比如跟与发小坦诚相待过的妹妹啊。卡加利这里啊，很多人老说啊，他与吉拉是兄妹来电，官方都说了没有暧昧，这个我不管啊，反正我看下来剧里边前期就是明显暧昧关系的。吉拉那边乍一看啊挺乱套，可阿姆罗这边就清静了吗？拉倒吧，只能说风景这边更好啊。阿姆罗这人啊，除了曾经对一些大姐姐脸红心跳过，很少对同龄少女啊有表现出那种真心的喜爱，更多的呢是关心照顾。富野导演在描写男女感情关系时吧，又有点抽象。像最终的阿姆罗啊，为啥突然就跟贝托蒂家亲上了？当时呢可是给我看的一愣一愣的。再加上阿姆罗在被联邦软禁期间，联邦那边呢又送来不少美少女来借种， UC 宇宙种马这头衔啊，这辈子算是摘不下来了。毕竟在富野眼里啊，战争剧的男主只爱一个女人，这是不合理的。咱们接着说阿姆罗和吉拉啊，俩人一个是高等级新人类，一个是超级调整者，从能力上来说呢，都是人上人的存在。不同的是，阿姆罗前期基本上都是依赖高达的性能，他也多次坦言啊，高达的 AI 学习能力太强了，我是被带飞的。后期随着阿姆罗技术慢慢的提升， RX78 呀才渐渐跟不上他的反应的。而吉拉呢则是相反，除了早期有一段时间浑浑噩噩的，不知道自己要为啥参战，实力呢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后边弗雷稍微给吉拉一点小奖励，让他学会了爆种以后，感觉就完全是吉拉在带着强袭飞了。这是俩人在早期战斗能力上表现的差异。这其实不奇怪啊，
毕竟新人类与调整者是有着本质的差距的。新人类是人类到宇宙中后一点一点自然觉醒出来的能力，也就是说啊，是一种自然进化。而调整者则是在胚胎阶段就通过基因调整的手段把能力值啊直接拉满。也就是说呢，一个是靠变异，一个是靠科技。所以相对来说啊，阿姆罗的战场表现更多的呢是自己觉醒出来的能力加上自己努力得来的，而吉拉这边呢则是天生神力，在一些情绪的诱导下会将这些神力发挥出来。那么二者有什么不同呢？区别就在于作战方式。由于吉拉天赋异禀，与 C 的宇宙中普通机师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再加上自由高达出力也是远超一般机体，所以自打吉拉上了自由高达以后，每次上战场都像在无双割草，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呢，实际上就缺一块少一块了。而吉拉后期呢又是大爱无疆主义，从不打驾驶舱，所以这个作战方式一旦被人钻空子，就容易大意失荆州。说白了就是太游刃有余了，遇到玩阴的就容易吃瘪。而且呀，吉拉后期其实还有个小问题，就是对自己的实力啊过于自信了。面对所有难缠的对手时呢，都是正面突破，就是要用技术打赢对面，甚至呢面对曾经戳中过自己的敌人，都会手下留情，朝着对面的 VPS 装甲打实弹，以表谦让。这一点呢，其实在新剧场版中啊有体现。吉拉在破防以后呢，跟那抱怨啊，你们太弱了啊，一切都是他扛下来的，一切都是靠他实力摆平的。然后呢，就被阿斯兰修正了，不是？战场上的骄兵啊，真的是大忌。而阿姆罗这边是什么情况呢？虽然前期呢是靠机体性能优势碾压过来的，但自打老虎、大魔这类可以针对高达的机体出现，以及像勇士这样能与高达平分秋色的机体登场，没有换机待遇的阿姆罗啊，那真的是靠自己的战斗经验和灵活的战术思路活下来的。到了后期，面对那些搭载了赛可缪系统的敌人时呢，元祖更是时刻都处于劣势的一方，所以阿姆罗的战场行为与吉拉是完全相反。吉拉是能放过就放过，除非对面嘴实在是太脏了。而阿姆罗呢，则是能一枪击毙敌人，就绝不用两枪。要么2S78怎么会被吉翁士兵称之为白色恶魔呢？战场上看到阿姆罗呢，真的是肝颤呀。而阿姆罗的战术也是突出一个脏，各种丢装备骗锁，各种情报干扰，各种背地里打银枪，就连最稳定、最成功的强化人，在面对阿姆罗时呢，也就只能扔下一句就升天了。其实呢，在真正的战争中啊，没有什么脏不脏的，能最高效、最低风险的干掉敌人，就是最成功的战术。这一点，身为老兵的阿姆罗啊，可以说是演绎的非常到位了。这也正中了吉拉的软肋。只要双方机体性能差不多，阿姆罗的那几个阴人小妙招啊一耍，吉拉真的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啊，就被初见杀了。毕竟当初飞鸟在雷的帮助下，稍微阴了那么几下，吉拉就吃瘪了。那更别提阿姆罗这个老阴逼了。当然了，这里说的啊，也是 C 的 D 中的吉拉，剧场版中被修正后的吉拉。应该是有一定改正自己轻敌的问题的，只不过改了多少，剧场版也没有体现，所以更多参考的还是 C 的 D 中的吉拉。那阿姆罗确实啊是有一些优势的，不知大家是否认同这一观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视频这么多，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们下期再见。